新闻大白话，我是作恒。来看呢，是昨天这个中东地区紧张情势又再度升级了。好，战火持续扩大，以色列最新呢攻击了卡达的首都杜哈，那这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突袭，而以军强调说呢，他们为什么要攻击？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要猎杀加萨哈马斯的高层。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场呢，这个也是因为一阵空袭之后除了有警报之外呢，还有你看一阵这个烟都跑了出来那民众呢在路上是惊慌逃窜，现场也传出了非常多的巨响民众也非常慌忙，而被击中的这个大楼呢，更出现了一些火光好，那当然这样的突袭行动呢史无前例，那这样子算不算是斩首成功呢？以色列方面呢就说这一次攻击目标当然是哈马斯嘛，不过4名最高的领导人呢都在这个击中的建筑物里头，可是哈马斯却说以军攻击确实造成5个人死亡，但是并不包含哈马斯的高层以及谈判代表团。好，那当然在这个以色列就轰炸哈马斯领导阶层之后，卡达就痛批这叫做100%的背信忘义因为过去呢他们一直在斡旋在帮忙，结果呢现在呢却让他们成为了这个攻击的标的之一那现在更说任何事呢都不会阻碍他们的角色，那纳坦雅胡接下来可能就会推行所谓的国家恐怖主义但这件事情以色列是不是也已经规划非常的久呢？因为以色列的消息人士就透露说，这是以色列他们呢发动的攻击是首度攻击，那更说呢就是他们做的，而且 CNN 也分析指出说看起来行动早就有迹可循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以色列直接公开就宣称是他们做的，那第二个呢是美国跟以色列曾经都亲自要求说卡达要接待这些哈马斯的领导人，第三个呢是这场袭击也让人质协议的可能性因此而降低了。那以色列呢更说针对袭击行动确实他们已经筹划了好几个月了，而且呢每周还有召开作战的准备会议，就是要确保一些作战单位全面都有协调，那减少对平民的伤害。那更说这个空袭是空军由15架战机联合来执行的，而且呢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就发射了大概10枚的飞弹，只有针对一个明确的目标，甚至在行动过程当中呢他们还能够慢慢的实施空中加油也就是说看起来是一个蛮完整的一个计划。那所有参与袭击的飞行员最后也都安全回到以色列，甚至更传出说呢在攻击卡达多哈之前呢，以色列也有向美国进行通报所以美国是不是已经默许了这样的行动呢？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卡达的总理就说袭击是当地时间3点46分发生的，结果他们直到10分钟后才接到了美国官员的电话那另外呢这个以色列媒体还提到说呢，这样的境外斩首行动说获得川普的批准那攻击的目标还包含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曾经在28年前想要暗杀但没有达成的哈马斯资深领导人，也就是这一位马夏尔。所以川普到底知不知情呢？我们看到纳坦雅胡他后来发表声明当中也颇耐人寻味因为他说呢这个行动是完全由以色列独立执行的，那关于袭击的地点这些都只字未提看起来就是尽可能减少伤害。不过川普呢被爆出来说开绿灯当然他马上呢就跳出来否认说根本就不是我做的，是纳坦雅胡他说对这个攻击行动呢完全没有开绿灯，甚至川普直言说对于这样的攻击行动他一点都不开心，因为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是纳坦雅胡自己下的决定，并不是他下的决定。好，请教介大使怎么看说现在这个中东的冲突竟然在境外也发生这样的空袭事件？这个就是显示出以色列这个内塔尼亚胡现在我觉得他接近疯狂了。我今天听这个西方媒体在访问以色列前总理，以色列前总理也居然站在他这一方。他说就是要展现一种军事力量，也就是说在以色列周边国家，以色列有随时对这些国家不友好的行动发动攻击的能力，展现这种能力。所以
这可能不只是我已经不只是这个内塔尼亚胡这么想了。我想就是说，以色列这个国家现在真的是杀红眼了。他也说实话了，也变成中东小霸王了。他要打谁就打谁啊。那国际法根本不在眼里，那么其他的力量他认为都不足以遏制他。那如果说真的像川普讲说，我事先不知情那真的也没有把美国放在眼里。你要知道，卡达是美国在这个海湾地区的最重要盟邦。过去这个你记得，在这个阿富汗撤退的时候，美国在要这个营救这些所谓在阿富汗帮美国人一起打这个阿富汗叛军的时候，这些跟美国合作的阿富汗人最先撤退都撤退到卡达。而且美国每次跟中东国家地区有任何纠纷的时候，谈判地点都放在卡达。卡达这个国家，说实话，它国际能见度很高的国家。我们以前这个国际贸易的时候搞国际贸易法都很清楚，多哈回合 Doha Round，Doha 就是卡达的首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地区，而且这个国家也算是蛮先进，因为它产油国所以我想以色列现在来讲的话，真的我觉得是谁都没有放在眼里了。不过这里面就是说，美国人说我不知道，那我就有一点点质疑，为什么？因为你看地图上来讲，以色列的空军15架飞机飞到卡达上空去攻击卡达，那即使是 F-35战机的话，它中间难道完全没有人会知道吗？它怎么飞过去？这是很大的问题。它看起来的话，这条路的话，它事实上的话，它要飞越最主要约旦然后呢伊拉克。那当然约旦是美国的盟邦，伊拉克也是现在美国控制之下。可是你要飞越这两个国家的领空的时候，不可能美国人不知道。我认为不可能美国人不知道。那而且约旦事实上他对以色列是相当反感的，他不会开放他领空给以色列飞机出。那怎么走呢？难道说以色列的飞机是从这个接近红海它那个唯一的一个港口飞出来，从红海上面再走出来以后，再转过岸进到这个波斯湾，然后飞到卡达的上空去攻击吗？这个不太可能。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有太多这个讲我觉得很多人没有讲实话的部分。不过美国的媒体跟欧洲的媒体都大加谴责以色列这个行为。那所以呢，我是觉得中东这些国家现在以色列的这个政策下就要人人自危。你只要跟这个巴勒斯坦或者说这一些以色列为敌的国家，你随时都有可能被攻击。那我们只能说，那么这些国家，那么自己要好好注意。对，到底有谁在说谎呢？美国总统川普真的是不知道吗？来，申峰哥，落后就挨打，然后呢，赖尔，你以为只有赖清德吗？我想不会是吧？OK，川普不说谎也是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川普说谎大家也不会觉得很讶异那但是呢，这整个事情展现出来了，请各位想一想，什么叫做国际正义落后真的就挨打。哈马斯在卡达，这是大家国际上所共同谅解的，所以他不是偷偷跑去的，是大家都知道共同谅解的。然后呢，卡达呢作为哈马斯跟以色列谈判的中心点，这也是大家所清楚的。所以哈马斯的这些成员在卡达，这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那可以来看呢，卡达跟美国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除了刚才大使讲的以外，还有一个，美国在中东最大的空军基地就是在卡达。各位还记得上次伊朗要表达愤怒要打的时候，还先通知卡达有没有？我要打过去，但我要打哪里？在互相的一个尊重。那在这样的来看看呢，可以讲是对美国最友好的中东国家之一美国要解决所有的问题，都是在卡达里面来进行。即使是这样子，卡达的领土主权就公然的被践踏。我相信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一个想法：今天是卡达，明天会是谁呢？好，
假若呢，以色列因为哈马斯的领导人在这个卡达，所以呢，我们为了国家的利益，我就必须把它斩首消灭。假如这个逻辑是对的话，那有任何一个叛军的领袖逃到了美国去，逃到了以色列去的时候，是不是另外那一个国家也可以派军队，也可以派空军，直接侵到你的主权的领土，然后去轰炸呢？那假如这个可以的话，世界上还有引渡条约吗？不需要了。难道我们这个电影，好莱坞的电影看久了，看到 CIA 的干弹可以带着枪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跑来跑去啊？开枪好像没事一样，难道是这样子吗？我想这个社会的一个基本公理就已经是不存在了。美国不知道，没有人相信，没有美国力挺的以色列是嚣张不起来的。同样的一个道理，没有犹太人力挺的以色列，那美国的歧视自由还能怎么样呢？所有的校园是不可以被挑战的，这不是美国的自由里面最强调的一点吗？可是所有对以色列表达意见的，对哈马斯、对巴勒斯坦表达同意跟支持的人，那么在犹太的压力下，这些学校要么把学生给开除，要么还嚣张的说这些名字在我们的手上，谁都不能进到我们所主持的机构，然后还可以把名校的校长就逼迫下台。我想这些种种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难道这个国际只有霸权没有公理吗？来舰长。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次的行动啊，是以色列结合了15架各式的战机来进行的，然后发射了10枚飞弹。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有的战机没发射，那有的战机它是携带的是防空飞弹，也就是它会提防着可能会上来拦截的这一些战机啊。我们来看这张图，那我们从这张图就会看得非常清楚，从以色列要到卡达，那刚刚大使已经跟我们解释过了，这个有关于约旦的部分啊，这一块啊，它是不可能开放领空的，那它最可能走的是什么？失败国家。这些失败国家谁造成的？不就是美国，不就是以色列造成的吗？以色列绕经叙利亚之后，进入了伊拉克，从伊拉克这里进入了波斯湾，再从波斯湾这边打进来，刚刚好。那它可以堂而皇之的进行这一个空中加油，也没有人知道啊。甚至所有它的相关的那个雷达的这个识别码，是不是用的是哪一国的嘞？我们大家想一想，不然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说这个是以色列的空军呢？那另外他打的卡达的这一个地点呢，其实不是郊区哦，不是独立屋哦，不是在沙漠里头，它是在市区之中，这么准，也就是都经过了准备。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火焰之巅的这一个计划呢，它是经过数个月的一个准备，事实上是可能的。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以色列如此的嚣张，是谁的纵容？那大家不要问，就是美国的纵容。可是呢，这个时候啊，董王，也就是我们讲到川普总统，他就开始切割啊。他说：“我事先不知道。”他每一次啊遇到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都说不知道。那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乌克兰去攻击俄罗斯的这些空军基地里面所有的这个战略轰炸机的时候，董王也说我都不知道。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时候的卫星图资到底是谁给的？那不是董王给的吗？董王允许的吗？难道乌克兰他真的敢不跟美国讲吗？那我们讲到说，现在的以色列他可能不会跟他可能不跟董王讲，不跟川普讲，这个可能发生吗？好，就算不讲的话，刚刚盛峰老师特别强调一点了，也就是在卡达这边的乌代尔空军基地，难道你这个空军基地没有防空系统吗？你没有防备可能的伊朗的攻击吗？你有，可是你没发现吗？那你没有预警吗？所以我们在这边讲，说谎的
绝对非常多人，大家不愿意说实话，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美国意志。更多国际内容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来看呢，是美国的众议员，他们呢军事委员会是访问了中国大陆。那么呢，这是有一群民主党籍的领袖史密斯率领军委会2党议员要访问，这也是2019年以来呢首次由美国的众议员议员用官方的身份访问。好，那当然他们就提到说，希望这一次的访问可以试图开启美中对话。但是话是这样讲啦，可是你看到现在呢，另一头美军司令呢，似乎又持续的剑指中国大陆了。美国的印太司令部司令呢，就提到说，美军将会用压倒性的优势来应对潜在的冲突，也强调说呢，这个折纸侵略是他们首要的任务哦。不过，当然他这样讲的同时哦，这个普京早就讲了，他说呢，中俄双方在国际上议题是一致的立场，而且呢，他们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所以呢，美国以及他们的盟友发出的讯号哦，我们根本就没有在理啦。中俄的合作已经是国际秩序当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了。好，当然呢，我们讲到呢这个中俄，我们来看美国现在在委内瑞拉呢，似乎也是形成了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了。因为呢，我们看到美军的鱼鹰以及 F-35，他们呢都是神秘的现身在波多黎各。那美军呢这一次在波多黎各的上空出现了这样的大规模的直升机跟战机的调动你看到画面上呢，就是4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个鱼鹰的旋转旋翼机也现身，那另外呢是还有 F-35也在这边集结。那其实尤其这一次特别看到有鱼鹰，因为过去它是特种部队用在快速投送跟紧急任务上，所以这样的部署呢就被认为说是非比寻常的。那当然呢，美国的防长赫格塞斯以及美军的参谋联席会议主席呢，在到访波多黎各，他也登上了这个美国的军舰就对这些战队员喊话，说这回主要的任务呢是执行反毒的行动甚至说呢，这是要终结对美国人民的毒害。可是当然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一个理由而已嘛，所以接下来会不会就演变成真的会开战了呢？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洛呢，现在也已经下达了全国动员令了，说呢，委内瑞拉的人民绝对不会害怕美国这样的军事威胁好，那另外呢，说到暴动说到战争的一触即发，美国是不是就是关键幕后的主使者呢？来看另一场是尼泊尔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年轻世代 Z 世代全部走上街头，而且引爆非常激烈的警民冲突，甚至你看到呢还出动了这个洒水车还有巨马就是要来这个围堵一系列的冲突行动可是似乎还是没有办法止得住这群年轻人的怒火。年轻世代全面的访谈刚刚看到还有这个火焰这就是尼泊尔的国会大厦突然之间陷入了火海。那另外呢，还有加德满都的机场也是一度要来全部关闭了。另外是现在最新的发展呢，尼泊尔的总理也已经辞职下台了，他的住所也被烧，传出说妻子在这一场行动当中已经是过世了。尼泊尔总理下台之后，我们看到部长呢，则是搭机的赶快逃亡。那尼泊尔呢，现在看起来整个局势也是非常的动荡那到底是不是美国是背后的主使者呢？社群媒体上普遍流传了一个这样的观点说美国正在积极煽动尼泊尔的动乱。那分析家跟评论都认为说呢，目前针对总理的抗议活动，并不完全是本土的事件，而是受到了外国势力的推动，因为过去认为这个总理呢似乎的态度是比较亲中的，那现在是不是美国也在这边呢来制造事端吗？好，介大使怎么看呢？说美国现在是不是想要恢复军事上的对话呢？可是看起来似乎也是时间有点太晚了嘛。对，其实我想这个军事对话从美国人角度来看有的时候是必要，有的时候是不必要。那积极在推动的都是美方，
那我觉得美国的军事委员会啊，尤其国会军事委员会哈，这次主动要推动军事对话，我想跟中国大陆这个军事力量啊快速提升啊有绝对的关系。那美国人、西方人哲学就是说，我跟你是为敌，我更要跟你要有接触，而不是我跟你为敌，我就跟你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呢，这是他不同的哲学。那并不表示他要进行对话就会有所什么。有所和解，或者情势会缓和，不是的，而是这也是他对你作战的一个部分。他要知己知彼，他要了解你的想法，他要掌握你的发展趋势。所以呢，这个从美国现在发展来，美国方面主动又希望提出军事对话呢，我觉得就是基本上最后的动力，后面的动力是美国感觉必须有必要。对中国大陆的军事的这个思维、军事的发展、军事力量的提升，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以便于更进一步的想出对策，更进一步的怎么样来做出怎么样对美国有利的措施。美国虽然国会看起来是独立的可是美国国会从事任何的外交行为基本上都是美国行政部门在幕后推动，或者美国行政部门所允许的。美国这个国会再嚣张，在这个美国内政上再如何，可是美国人的对外关系一直有个传统，国会外交是要配合美国政府的，他不会自己主动推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这个一种态度川普政府上面对跟中国大陆关系他现在越来越觉得军事上可能受到威胁了，才有这个做法。那就是说。现在这个尼泊尔这个事情我一直在找，因为你说有西方的这个影子在里面那我看到的只是 BBC 的报道，他说因为这件事情一开始闹的时候尼泊尔的军警刚开始他的镇压的力量是很强的，第一天就死了19个人，对，然后呢有100多个人受伤，所以这整次的这个示威事件是非常暴力的。那西方的一个这些NGO 基本上立刻就说，尼泊尔政府你一定要做出一个交代，你一定要怎么样做独立公正的调查，为什么平民上街示威，你会做出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这些都是人权团体。BBC 报道的就是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组织那个这个你可以看到加沙走廊已经血流成河了，常常我看不到国际特赦组织在哪里。对，尼泊尔死了19个人，就出来严厉警告尼泊尔政府，你说这是不是干涉？这是不是有政治立场？我们大家自己来判断。不过这一次说实话，起因是什么？起因是尼泊尔政府呢，他怎么样把这些社群网站关闭了？关闭哪一些？很多他关闭了这个 YouTube， 这个还有这个 Instagram， 还有这个WhatsApp APP 这些都关了，可是他有一个没关 ，TikTok 没关。所以呢，他认为这些西方的社群网站，他认为是怎么样？有假新闻，有仇恨的这个攻击，还有网络诈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他基本上这样做的话，就已经得罪了西方了。而且你 TikTok 你为什么不禁？所以就变成我觉得这个如果说西方解释他是不会接受的。所以呢，你要说这个西方有没有这个动机去引起这一次的暴动，我觉得是绝对有动机的。来，舰长。我们讲说美国他以这个自卫和直接威胁为由他派出了这个远征打击群，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硫磺岛号的2栖攻击舰以及2艘的船坞登陆舰然后前往这一个加勒比海国家。那其实这就是标准的炮舰外交，也就是逼着委内瑞拉，反正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然后
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也就是国际海洋法公约难道对于这一些贩毒没有或者是走私没有相关的一个法律约制吗？当然是有的，也就是从你这个滨海国家的领海或是临街区，因为临街区它那个滨海国家还是有关于这个移民关税卫生的这一些部分的管辖权，那领海有绝对的管辖权。如果有任何的犯罪，你可以发动警追，就是一路追到他国领海为止。那你为什么没有派出那个海岸防护队呢？你为什么用的是用的是部队呢？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远征打击群呢？远征打击群它就是一个要登陆的打击群啊，它跟我们讲到的航空母舰打击群其实是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的。所以之前大家讲说有水下可能有潜舰，对，那个这一种打击群下面都是有的。可是我们刚刚这样子讲啊，美国在破坏什么？美国就破坏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有关于国际海洋法公约以及联合国宪章里面相关的禁止使用动物原则。那现在如果违反，它真的进行动物了，我们来看啊，这个《洛杉矶时报》它讲得非常清楚啊，也就是这用军方来缉毒呢，其实颠覆了美国之前的一些努力。他的努力是什么？其实也就是他其实原来他都是用一些法律的手段，那现在好了，你用军事的手段。所以其实我们还看到那个赫格塞斯他到达了第一线，你真的觉得这个是很单纯的一个缉毒的动作吗？其实不是啊。那所以我们讲到说，现在这个美国他又要派人到中国大陆去想要建立这个对话，其实是因为看到了93阅兵吗？也就是看到了标标准准的核三位一体的这一个核打击的力量，而且大家比较少讨论的，也就是从柯博吉他出的这一本《遏制战略》里面，他有提到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现在这些弹道飞弹里面装的可能不是核武器，而是常规武器。那它到底怎么样鉴别是有困难的，所以这个或许是美国想要讨论的重点之一。来，委员是这个尼泊尔，我们对他的了解不太够，只是我们知道说以前是最平静的一个国家，最什么的国家，好像都充满了都是佛教徒对，而且充满了美景的一个地方啊，不太是啊。这个国家我们对它了解不太够。我再举个例子，这个国家有3个政党，2个共产党，一个是毛派的共产党，一个是苏联的共产党。这个毛派的共产党跟大陆共产党不太一样啊，他现在是讲要清土地啊，都斗地主，这个农民翻身的。所以这个国家我们了解不多，但是我可以保证，这一次这样子的规模的青年抗议示威，一定又是颜色革命。你看着办好了，没有了，当时我也不信啊。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啊，这啪啪的又出来了，他讲我要压倒性的优势啊，然后呢，这个设置啊，这个侵略，你对谁啊？对委内瑞拉是 OK 的，那很简单，对一个。乌克兰呢？你们不说乌克兰被俄罗斯侵略吗？你们的威慑力量在哪里啊？你们压制性的优势在哪里啊？那更不要讲中国大陆了。93阅兵，大家所共同看到一件事，就是讲说向西方发出了几张通知单，其中有一张通知单就是发给美国的，不要来了，那么远，我不会去，你也不用来了。为什么？为什么西方看了阅兵以后整个晋升呢？很简单，因为他们所设计的未来战争的需要准备的东西，他们正在规划中，中国大陆已经完成给他看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当然吓一跳，因为我搞了大半天要做的事你做了，那我要做，问题是我的原料在哪里，我的产业链在哪里，我的生产能量在哪里。所以这个时候讲压倒性的优势，什么涉属侵略，这些话，反正过去对委内瑞拉有效，对清朝也蛮有效，对民国初年也蛮有效，对2025年的中国大陆
可能是没效，因为我已经看透了，你对个俄罗斯都没效了，你还对这中国大陆有效吗？这些都是我们一看就看得出来，不要在那边吹牛的事情。那现在倒是委内瑞拉，我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着呢这个巴拿马的总统叫诺特加不什么，他当时那布希总统就把军队开到巴拿马的总统府，然后发动那个高音频，让他受不了，然后就把他抓出来，然后抓回美国去审判。继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作恒，来欢迎这一节要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驻纽大使谢文吉，做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先来看到现在啊，这个柯文哲呢，以7000万元交保之后呢，北检又再度的提出了抗告了，现在要来重新这个轮回了。好，柯文哲一大早的时候呢，出门他是原定10号的时候要去祭拜柯爸，不过因为呢现在是农历7月嘛，所以暂时取消。但他上午的时候还是有出门。那不出家门的时候呢，大家就在追问啊，说会不会担心这个抗告结果，甚至也提到说其中被点名的陈志涵。那会不会同车呢？那柯文哲是非常的低调，直接就上车离开。那后来呢，他就前往的是桃园的这个宏苑大千世界，主要就是因为他爸爸的牌位在这边那对于其他的政治相关的提问呢，他都没有来多做回应不过我们看到柯文哲当然持续呢，除了是今天有出门来看爸爸的牌位之外呢，他还是会跟律师有一些这个攻防上、司法上的讨论不过我们就看到北检提出的抗告5大理由呢，其中就包含说呢，柯文哲在交保之后还跟证人陈志涵同车，不过呢，他就说陈志涵也喊冤，他说我根本就不是金华城案的证人啊，为什么我会变成是北检要提出抗告的理由之一呢？不过周玉蔻就痛批说，柯文哲出来之后呢，还大声的这样子这个发表谈话，实在是太嚣张了。但我们就看到柯文哲呢，现在也被这个苗博雅就说，民进党啊是不是犯了兵家大忌？他说，因为你像柯文哲呢，他就画了一个重点，提到了查了1年。没有证据光是这一句话就让很多的小草、很多的柯文哲支持者呢，可以拿出这一句话当作金科玉律那苗博雅就说，这个现在民进党啊是战核不定这已经是犯了兵家大忌了，就是一个贪污案的被告呢，居然都可以史无前例的这么的高调。好，可是我们看到赖清德今天在干嘛呢？他发了一篇脸书的文章在提到3+3事件好，洋洋洒洒，但是呢，这通篇都没有提到有抗战胜利这样的字眼好，很多网友现在就大酸了，说莱尔校长又在讲古吗？那为什么不说抗日战争胜利的故事呢？还是根本从头到尾都不敢谴责日本爸爸呢？所以马上又有这样子的这个二创影片出现了就说呢，你看柯文哲啊一出来就说莱尔让国家4分5裂，结果呢赖清德就站出来，莱尔校长就说不接受非事实的抹黑，那大家就追问啦，说那内斗啊、全台的罢免啊、关税谈判啊，到底是谁做的呢？哇，话还没有问完，莱尔校长呢转头吹口哨离开就是一个哭手的影片就来大酸这个莱尔校长但我们就看到其实你现在呢，刚刚讲到说不敢骂日本爸爸吗？我们就看到还包含说，是不是在概念上呢也偷换台独吗？好，这是外交部这个有一个访美的行程那就被徐巧芯点出来说呢，他原本要去，但是现在取消了，因为里头呢偷偷藏有台独的概念好，那说这个中华民国派啊，他没办法接受这样的论述。外交部的方面呢，就是回应说有立委呼吁说要推动台湾民意入联，那政府的立场就是以中华民
民国为主，但不会排除以台湾的名义入联。这到底是在讲你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呢？好，所以徐小新就说，这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论述哦，是偷渡台独，所以取消行程，表达他的抗议，不去纽约视导这个联合国推案了。那外交部也说，这参与联合国体系是全民的共识，也获得了跨党派的支持。不过看到这个中华民国这样的字眼呢，确实呢，在外交部来讲呢，是不是很不想提呢？因为我们看联合国在这个举行的2025年的例会当中哦，就有讲到说，即将在加拿大的蒙特娄举行的3年一次的会议哦。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是没有收到邀请函的。那理由就是因为呢，外交部说，因为在2758号决议是被错误解释，所以呢，阻碍了台湾参加国际参与的最主要原因。那也呼吁说，国际要正视，也停止这样错误的引用。好，我们先请教盛峰哥，怎么看说呢？这个柯文哲今天当然态度是转趋比较低调一点啦，只是北检现在提出的抗告理由，也让很多人质疑说，这是不是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不相信北检几乎已经是快变成台湾的共识了，认为北检是政治的打手，大概也是大家几乎快有共同的看法。除了会讲这个怎么样子呢？太嚣张的人啊，让人觉得恶心以外啊，还有呢，说什么别人太高调的，说贪污案那么高调，那陈水扁的时代你说了什么呢？陈水扁来定案了呢，那一种贪污案，你们讲过什么话呢？所以啊，政治大家有立场的选择，有党派的选择，但是这个社会要进步啊，一定要有价值的坚持，不要呢看人你刷牙嘛，立场不一样啊，然后就可以鬼扯胡说八道啊，恶心了！我真的讲，这2个人都恶心啊，一个姓周的，一个姓苗的，2个大恶心。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呢，莱尔校长大概已经是成为定案了，莱尔这个已经成为定案了，指涉谁啊？这已经快变成他的人设了。这个时候，请柯文哲特别注意一件事，法律本来是一个持平的社会维持安定持平的一个工具，但现在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所以这个时候的柯文哲应该一心一念只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好好的在法庭上去奋斗，因为你一再的讲，检察官的起诉里面有很多的错误，那么依我个人呢，这个观察一审法院这么久的情况啊，假若这一个起诉里面真的有那么多你所说的错误啊，我认为翻案的机会大有可为。所以你不要在这时候去调到啊，比如说人家找个理由再把你抗告，然后就关进去啊，关进去倒霉的是你啊，真的我不骗你。然后在外面声援你的都是啊，这个怎么样子呢？获得了政治的好处啊，你需要做这样的类似吗？所以要捍卫自己，现在最重要的不要去想别的，一心一意的就在法庭里面好好的去攻防，因为如你所说的话，那就是有很多的漏洞。那么只要你的律师够行，只要这个漏洞是够明显，我相信能够还你清白，这个才是重中之重啊！不舍进到政治，而且媒体也不要去逼他做政治的表态啊，这个才是一个爱护他，也是照顾台湾社会啊，稳定台湾政治应该要有的一个作为跟做法。最后呢，我要讲到，我们不要每年去干那一些啊没有意义而不成功的事，只是拿来大内宣。比如说入联，我们的外交工作这么久的人很清楚，用中华民国入不了联呐，用台湾也入不了联呐，不管你去起一个名叫赖尔也入不了联呐。那每年是在这是干什么？就消耗一笔预算，然后跟大家交代，然后让大家每年挫折的回来。我今天必须这样讲，台湾要走进国际社会，我们有没有走过？有啊，在马英九的08到16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 WHO 参加过了？我们也准备去参加的那个什么 ICAO 啊，就是世界民航组织啊。也就是说，所有的国际活动里面，让我们面对一个现实：从台北出发，经过北京，是进入国际社会最短的一条路。听得很不爽，但是很实际。就好像病了要开刀，听得很痛苦，
但是要变更呢，就要开这个刀。这个良药苦口，这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政治的现实摆在这里，我们不要被赖尔、被那些讲谎话者的不要，哎呀，我们要勇敢啊！那全世界支援我们了，进联合国，我也很想进了。你已经进了几十年，进了没有？只是每年消耗我们的预算，然后让一批人拿了一笔钱，然后去联合国晃一圈，然后回来。还有一个当然还要去唱歌的，什么进联合国的唱到最后，他自己唱去当立委了，那唱到现在去北欧当外交官了。那我们联合国在哪里呀？鬼也没看到啊！所以不要再玩这一些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事。2758号文你要怎么解释没有关系，但是国际现实就是摆在那里，实力就是摆在那里。我真的还是愿意这样来讲，我们也在最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参加过开始陆续的国际活动，那就是两岸的问题是高于外交的问题。我们外交的前辈，这个陈彦雅在历届大概大家最尊重的外交部长前夫最有名的话：两岸关系胜于国际关系，解决了两岸，我们才有国际。所以呢，我再重申一句，听得不爽，但是很现实。台北经过北京是走进国际最短的一条路，民进党做不到，我们就推翻它，让做得到的人来做。谢大使怎么看呢？说现在其实这个抗战胜利、抗日胜利这样的字眼，好像很难从赖清德嘴巴中讲出来。很多人说这是不敢谴责日本吗？不是，他不是不敢谴责，他根本把台湾已经定位成这个日本的殖民地了。他这个是日本的统治的延续，他是继承日本统治，因为他继承日本的路线啊。所以呢，全世界只有日本讲中战。没有一个国家用中战，另外就是赖清德也用中战，所以呢，他的定位定在哪，就看事情的角度，他看事情的本质就不一样嘛。他认为这个台湾跟中华民国没有关系啊，对，只是借用台湾中华民国的壳子，迟早要怎么样把这个壳子脱掉了。所以讲到跟中华民国有关的，你看他就怎么跟中华民国的立场。跟中华民国的历史事实是不同的，所以这就是他所谓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的显现嘛。对，所以我今天说的蛮直白的啊，认同中华民国的，即使你认同中华民国，你跟赖清德也不是一国的，他是跟日本国比较接近，虽然日本人已经不在台湾了，可是呢，日本人透过赖清德展现了标准的日本史观，展现了标准的日本立场。所以二次大战这个问题抗日战争这个问题赖清德就把自己的狐狸尾巴已经露得非常清楚了，让我们看出来他的真面目跟他的本质了嘛。这个你再打死他也不会讲什么抗战什么，他根本对中华民国是采取一个敌视的态度，因为觉得他现在做这个现在位置跟中华民国这么有关，你看他唱国歌都不愿意唱。这个他根本就不认同中华民国嘛，对，讲中战就表示他就是中战这两个字，全世界只有日本人用，对，韩国人也不用韩国人尹锡悦也不会用对，只有赖清德，全世界就赖清德一个人跟着日本走，所以呢，这个他心里面的认同就很清楚另外一个就讲到联合国我们从国际法的角度非常清楚。你如果用台湾名义申请加入成为联合国会员你就是对全世界公然宣告台独。这个法律上就是如此。对，所以我是提醒外交部不管你是常任文官还是政务官你不要搞外交，把台湾搞到搞到战火里面去所以讲话要注意要有点国际法的概念以前我们推动参与联合国，从来不用加入。然后我们提过2758号协议，只是说我们会希望联合国的大会成立一个专案小组来研究2758号这个决议的属性。这个参与国际组织，这个是非常高度法律化跟技术化的事不要这样搞。可是外交部这些人会不知道吗？跟着民进党这样唱。基本上民进党这个政府联合国
就是像徐小青讲的偷渡，甚至要宣传台独，借这个议题偷渡台独，宣传台独。那么，不过我赞成这个李主席的说法，台湾要参与联合国啊，最近的捷径是跟北京。你看马英九时代，两岸关系好的时候，我们也参与了这个 WHA 啊，我们也参与了这个国际民航组织啊。换了蔡英文，一点希望都没有。赖清德更借这个加入联合国，在那边宣扬台独。来舰长。我们搞完了大罢免，结果大失败。难道现在又在弄借壳上市、打擦边球、偷渡台独了吗？那我们讲说其实我们来看这个外交部的说法外交部他说他诉求3个重点，那其中一个重点呢，他就是希望联合国维持中立啊。其实我有个疑问啊，难道不支持台湾的方案就是不中立了吗？那另外的，那他讲到强调2758号决议并未排除台湾参与联合国，这个我想请教一下啊，当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入联合国的时候，他有提辽宁省吗？他有提山东省吗？他有提福建省吗？当然都没有啊。那为什么会特别提台湾呢？这件事很奇怪啊。你们这些人请用脑袋想一想好不好？那另外啊，讲到国家继承的部分啊，那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还真的修过这门课啊，就国际法的部分。那我们一直讲2758号决议，其实2758号决议就是标标准准的国家继承的部分啊。国家继承呢，其实有几个项目，一个就合并，一个分立以及独立的部分。那现在两岸是什么样的情形？如果你不断的讲说，我们因为2758号决议案怎么样，那你是要强调说我们是要透过这个进行独立吗？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讲到独立这件事情，中国大陆是有反分裂法的那所以反分裂法其实是在后面备着的，但是美国难道没有这一些智库提出警告吗？还真的有。那我们看到这一个外交事务期刊，它在5月20号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出，我们台湾现在在干嘛？走钢丝。他说威慑是一种平衡行为，而美国正在下滑。意思是什么？美国现在能够威慑的力量十分有限，经过93阅兵之后，其实更是欲振乏力啊。那如果是如此的话，我们台湾一直认为这样的deterrence 还有这个效果的话，其实那也就是这边提出的警告啊。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要解决现在面对这个问题，如果美国的行动太少，北京可能会孤注一掷，但是如果行动太多，那个大陆的领导人呢，可能会得出结论，武力是统一的唯一捷径。我们看来看去，结果都是武力啊。那我们为什么要不断去挑衅呢？那而且我们再强调一次，93的阅兵上面强调的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啊。从来没有在那边提是国民党啊，或者是国军啊，或者是解放军，从来没有。抗战胜利的伟业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对，这当然的，这也是引发很多讨论。休息一下，马上回来。